save my soul. I don't care if you and me. I don't mean to start a scene. When I feel 大家好，我是妮娜。嗨，我是明明。我们现在一起来到了关西机场。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要来一个特别篇。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了一位住在台湾的特别嘉宾，要一起来拍 YouTube。好紧张哦！真的这是我们频道史上第一次邀请别人来我们频道 feed。那我看时间好像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接机吧。好，那我们就 go go。I can't chase my heart. 嗨，欢迎你们来。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蚁人 Leo 来到日本，亲身帮我们体验一下日本的轮椅无障碍设施，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旅行分享，为日本的无障碍旅游尽一点心力。目的地京都。好，我们现在到今晚要住的饭店了，然后今天先休息，明天再跟社长会合。晚安。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出道的新人歌手吉田社长。熟悉 Party。好，大家好，我是Leo，A.K.A 全面蚁人。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了这么厉害的特别来宾。目前有很多外国旅客陆陆续续来日本玩，但是无障碍旅游这个主题还没成为热门话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次邀请Leo桑跟Leo桑一起巡游京都，透过这次旅游，让更多需要无障碍服务的旅客以及他们的家人更轻轻松松的来日本玩。应该有很多地方不方便，或者是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真正的现状。坐轮椅的人比较会去的是东京，但东京的无障碍就是毕竟是首都嘛，就会做比较好，像我们台北一样，其他城市就不知道哦，没有资讯。你上次去东京旅游的时候，东京的什么地方感到不方便？地铁比较早发展吧，所以电梯都会很远，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台北比较晚盖，所以他们就是一开始设计就会设计好。原来如此，应该是因为这样。因为 Leo 也来日本旅游蛮多次的嘛，那你觉得日本超多跟台湾就是在无障碍空间设计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日本更多的是更人性化，就是他们会做一条龙的设计，譬如说他们会做无障碍的厕所，然后电梯，然后可以抵达。京都跟东京的交通方式，我想应该不太一样。像在东京，我们可能会搭地铁啊、JR 地下铁，可是京都主要是搭巴士。是的，是东京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吧，是东京太大，所以什么都很方便。是京都、大阪这些地方城市有所不方便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也想要分享跟大家。那你在规划出国前，通常会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吗？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反正大不了就是会请求别人的帮忙，因为请求帮忙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请求啊，别人拒绝也没有关系啊。不管走到哪都会有讲中文的人，所以你在日本感到不方便的话，直接跟那个路就是对啊，店员或是什么都会有啊，说的是哦，什么药妆店啊，或者是居酒那边都有都有会讲中文的人 ，Google 翻译蛮方便的。因为我来日本其实蛮多人会问我 JR 到底有没有半价，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我会觉得你有把那个无障碍的措施做好，反正有没有半价我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平等。刚好因为台湾人也很爱来关西旅游嘛，所以就是希望可能一些爸爸妈妈走路没有那么方便，然后还有像是轮椅族啊，或者是有推婴儿车的，他们可能最近也都会想要来京都或是关西旅游，所以想要透过这一次的分享，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安排行程会比较顺利。希望透过这部影片，更多需要无障碍服务的人，还是或是说可以透过你们的做一个无障碍的规划。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か。
我们现在来到位于京都车站楼下10楼的餐厅 OK Coco， 这个就是代表京都的日本酒，叫做松本，不是松本清哦，松本Matsumoto。如果明天就会死掉的话，想喝这一罐酒。真的很好喝。这间餐厅可以看到漂亮的京都塔吧，京都塔就是他们的无障碍设施很方便，而且空间也蛮大的。而且这个京都塔就是东京奥运会是1964年的时候盖成的，现在京都塔的名字改为 Nidec 就是代表京都的超厉害的电子用品企业，随时可以找我当代言人哦。等一下。9位，哎，要挤柠檬吗？可以。不过是台湾男生很贴心哦。去约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帮我这个虾皮吗？会啊，帮他剥。我绝对不会。剥完虾壳，回去就剥衣服。哔。去吉翁奇缘，行きましょうか。体验一下京都这边的无障碍巴士。要拆。平常其实不太喜欢搭巴士，台湾的巴士司机不太友善。对，巴士应该比较友善吧。我们现在上车了，然后它有一个这个防滑坎。有点忘记专有名词，这个是台湾没有的，因为台湾就是会把它勾着，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正常流程，因为其实它这里有钩子，重点是司机会下来问我要不要上车，这个算是比较旧式的无障碍斜坡板，更新式的会是开道的时候车子会倾一半，台湾有一些然后斜坡会自动伸出去，司机有把这个座椅拉起来，上车前，因为这本来就是可以活动的。哦，如果今天没有身心障碍者的话，它这是一个位置。司机给人的感受很好，完全没有不耐烦。而且我觉得乘客其实给的反应也都是，乘客没有差，平常的感觉。乘客根本就没有在屌我，没有人在看我。那你能不能分享你最糟糕的一次巴士经验？台湾最糟糕的一次巴士经验，到站我拦车，然后他跟我说：“我们车满了，搭下一台。”其实塞一下也是可以，就只是会比较麻烦。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纯粹不想要下车帮忙。我还有遇过另外一次是，司机直接不放斜坡板，然后直接把我抬上去，危险。斜坡是基本的 SOP， 就是安全性。那六厂这边有很多茶屋吧，我猜呀。茶屋就是可以跟艺妓喝茶、交往交流的地方。哦。然后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好几次，但是我没有付过钱，前辈领导帮我付钱。然后这个地方那个茶屋很特别的是，每一次结算的时候不用付钱，每个月底会结算这样。对，艺妓跟现在酒店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就是那个艺妓的话，国中毕业之后一直来练习什么茶道，对，是专业的。如果你想要在茶屋那边喝酒，先要跟那个茶屋建立个信赖关系不然你不能定位。
紧接着我们要去经济商店街，行きましょうか。Go go！ 有谁？吉田社长拿给我的。是酒吗？阿萨希神之水，睡觉之水，京都酒精路跑，收音完美。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四条大桥。四条大桥，对，背后这边就是京都最精华的地方，所以就是你有发现人超多的吗？超多。对，然后在后面这一条河就是京都最有名的鸭川啊，对，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很多店家，那夏天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川床，可以就是坐在架高的座位上，然后看着下面的鸭川，然后吃东西。那我们今天也会去体验。所以夏天它会涨潮到那个高度吗？好像也不会它一直都差不多这个高度，然后就有很多情侣都坐在鸭川那边。鸭川这边的情侣他们都会间隔，这样才不会就是打扰到别的情侣。哦，真的哦？对，所以我们从上面看下去，就会看到一对情侣，然后这边一对，然后都有等间隔这样。下午在仙斗町散步完，晚上我们来到鸭川旁的川床料理，体验京都夏季的风物诗。川床因为架高在室外，难免会有楼梯和高低差的问题，所以建议轮椅族们或是行动不便者，可以事先请会日文的朋友帮忙定位或询问比较好哦。说到京都的夏季，果然还是川船吧，卡哇多科，所以本地人应该说 yuka， 就是沿着鸭川边看鸭川边喝酒，高声的说乾杯，乾杯，よっしゃ。还有啥？天黑了，就是乾杯。我就懂你。About to leave, already packing. Come with me. I'm not really asking. We'll get away to a place where we don't know. About to see the world in action. What we can be, life with no distractions. We'll get away. This is what we waited for. 到底不够，就是太晃了吗？不是，它这个放上去，它没有办法到底，所以我就没有放出来。整个空间说太小了，厕所不够大，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移到浴缸里。对，坐电动轮椅，他可能就要在外面洗的话，会很麻烦。干湿分离就是如果硬要的话，那也没办法，但是尽量不要。变成说我上完厕所之后，我还要清洗完身体，然后再去洗澡。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会比较好。对我来讲，那床的那个把手呢？它是必备吗？对我来说会有一些阻碍，可能会撞到。但是对于长者吧，日本好像有分常青房跟无障碍房，这个房间比较偏向于对常青房。这个很贴心的是门，它有一个给轮椅族的猫眼，它有那个啦广角。浴室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推拉门，然后会方便。阶梯是平的，对啊，就是微微还是有一点点起伏啦。我不喜欢免治马桶。对于我们这种受伤、节损伤的
会比较麻烦，因为它不能碰水。像我们坐上去之后，腰力不够，我们其实会需要往后靠，这个会痛。有另外一个人帮忙，我们就会直接在马桶上洗。这它有2个那个急救铃这个是规定。昨天可能我关马桶的时候拉到，他马上打电话来说 ，Are you OK？ 所以它是真的有作用的。就不是摆好看的。冲水键，通常其他的会做成感应，可能比较旧的。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江户时代的武士了，我要卡住。去买酒，边喝啤酒边戴墨镜，我已经放弃50道了。就是我们这样走过去的话，前面有金水寺嘛，我的和服都湿湿的。我也是。和服店的人应该会很生气哦。武士就是要有那种，我不是武士，是农民啊。我们现在来到了清水寺的无障碍坡道。我觉得很贴心。刚好有人就需要了。豆子，顺着这个无障碍的坡道，我们就可以到清水寺本寺参拜。走那个无障碍坡道到最最近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本堂了。它其实是有安排，就是可以让车子再上来之后，车子旁边可以待机等待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有需要的人，也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虽然它有安排无障碍的坡道，但是以一个人来讲的话，还是太辛苦了。最好是有同行者一起，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哦。我们现在来到清水寺本寺，是需要购票，但是你是身障者，你只要出示身障手册，你就可以自己免费带一个陪同者，也是免费的，但是还是要先去换票才能进去。外国游客也适用于这个优惠，但是必须要先出示身障手册给他看过。可以动式的扶手装这个卫生纸有点错，罩口，其他应该都可以。方 table， 这个是可以边大便边也是。对，来，可不可以给他维持平衡的？其他应有尽有吧。怎么样，老师这间厕所给几分？
日本我完全没有在担心，80吧。这个摆在这里蛮怪的，蛮危险的。続きまして新しいタクシーに乗り換え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はもう完全にユニバーサルデザインに特化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うやって車椅子でもしっかり乗れるんで僕も嬉しいですね。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就是无障碍的福祉车。它跟别的不一样的是，它这个是伸缩的，就是它会在下面斜坡的时候就先勾着，然后慢慢用电动的方式拉回来。那你有觉得哪边是有待加强、需要改善的吗？冷气啊，只有旁边这2个，还吹不是很到。好可爱哦，小型的。回去把它磨砺一点。我现在来到体验制作生八角。生八角是京都最必买的名产之一。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体验呢，它是可以让你从面皮开始自己。这一间体验的地方啊，它的环境我觉得蛮大的，然后它的无障碍设施也都有做到。哦，的确。地板也是比较平坦。尤其这个八角的话，就是我每一次来京都出差的时候会买这个八角作为伴手礼，亲手制作。中间的地方倒进去，耶！其实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做八角。我们已经考虑要一起开一间店。做八角吗？我知道，社长负责做八角，然后Leo负责打抹茶泡。特制八角，哇！我要看到了，多大都没差。说实话，我吃过了八角当中，这最好吃。这个行程好像一直都在吃这是主题是大胃丸。京都大胃王，京都大胃丸，燃烧生命的大胃丸。他知道最好吃的是什么？酸爽。边跟我们番茄边吃美食是那种幸福的时刻。日本其他地方绝对体验不到的。啤酒，也是。
真酒很好喝哦，是昨天在川床，这个应该台湾喝不到，还是这个？那个加热的酒，我觉得武士服蛮酷的，平常只会穿普通的和服，没有穿过武士服。大家高声的说 ，Cowboy， 我们之后会开始，其实现在就有了，就是乐次购日本有一系列无障碍旅游日本的文章。这次我们捐了一台计程车吧。上车的确是蛮辛苦的，那如果一般像他没有办法自己支撑的话，就算有对，也上不去，那个太高了。有那种 Selena 的车就是会相对方便很多。整体感想我是觉得有这个东西总比没有好。虽然我个人是比较偏好于移到正常的座椅，因为坐轮椅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就坐在普通有靠背椅子上面是可以完全放松。但对于高位或是极重度的损伤者来讲，那个是方便很多的，或是电动轮椅，电动轮椅比较大，然后高位损伤的伤友可能也只能靠电动轮椅移动，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移位换位，所以有这个车会比没有好很多，或是一些老人家没有办法走很远，脚没办法抬很高上车，都会方便很多。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帮利友订房，订无障碍的房间。是。那我们想要在网络上搜寻无障碍房的话，要怎么用日文搜？巴利亚夫里。还有其他相关的日文单词可以教我们吗？slope， 坡道。对。轮椅車椅子。其实我们原本在做功课的时候啊，一直以为就是身障者优惠票是只限日本国民限定。但今天实际去清水寺，然后我们有问当地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跟我们说，其实外国人也都是。那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来日本的景点的话，可以先在购买门票前，可以先出示自己的身障手册。所以台湾各地的设施也有那种什么优惠服务？有，就是观光景点。或是一些交通工具但要出示手册。比如说搭公车的话有什么优惠？半价。那高铁的话也是半价。半价？是哦。这阵子一直在看你们的 YouTube 啊。真的有看过你挑战国标舞的那个，我一直很期待见到，所以今天我这个一个梦想的实现。社长是一个很豪迈的人啊，他就是说这个。点，什么都点，让我感受到日本人的待客之道，一番。非常荣幸的说，我可以成为你是我的朋友，第一个日本朋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Yes，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六神那个在百忙之中特地来京都跟我们一起。不会。OK， 也谢谢社长这次邀请我们来京都，白吃白喝。真的啦！这次的无障碍京都之旅平安落幕了，很高兴可以认识蚁人利友和他的团队伙伴们，让我们学到很多轮椅族相关的知识。日本的无障碍空间做得相对完善，但还是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因此，我们整理了一些可以让大家参考的日本无障碍旅游文章。另外，社长也捐款购买了一台无障碍计程车，预约的中文网站贴在下面的说明栏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行动不方便，但是又想来日本玩的朋友们。我们会在推广日本无障碍旅游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的。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藤井和德、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哦。じゃあ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拜拜。